2025最新恐怖片《金鹰集体附身》来了，为什么要呼唤出鬼魂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话说2016年，在印尼的一所高中，左边的小美和右边的小乔是闺蜜。因为小乔有哮喘，很多体育比赛老是拖班上的后腿，所以在班上备受同学们的冷眼和歧视。小胡子是高中学校的负责人之一，他带着几个年轻的老师，在一片山林里选择了一块场地，打算作为高中学生的户外锻炼的露营地。为了更安全，他们就找到附近有名的灵媒老卡，想请他在那片场地做个法事，确保学生万无一失，让活动能够成功举办。相传那块地方是不祥之地，老卡不打算接下这个业务，但是看在学生的份上就答应了。随后他们所拍摄的户外露营点照片就展示给同学们看。小美心眼有点多，就在手机上查询了一下，她看到网上有很多关于这片地区的负面新闻。据说那个地方在2004年发生群体性歇斯底里的事件，看上去有点可怕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那里。小乔觉得还是相信老师的选择，毕竟网上的都是小道消息。很快老卡就在露营的做了一场法事，埋下好几个祭祀小袋，相当于是给本地小鬼上供的意思。老卡对阿杰他们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不要拆开祭品小袋子。阿杰在跟同事说话的时候，一个神秘的女子在树林里飘过，阿杰觉得很好奇，于是走过去看看，但是被老卡拉住，说了几句话，意思叫他不要乱窜。到了半夜，老卡做完了法事就走了，阿杰还不放心，就挖开其中一个祭品小包，撒上黄米，他想更安全一点。然而有神秘力量把那些黄米吹开。第二天，同学们收拾好行李，分成2辆大巴车来到露营地，然后步行走过铁索桥。阿杰就带他们来到那片指定的露营地，随后带着同学们做祈祷。然而小乔突然被吓得蹲在地上，这是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。可是其他同学看着他就觉得怪怪的。小美就到帐篷里安慰小乔。Kamu tadi lihat apa sih? Kamu gak mau cerita sama aku? Gak ada apa-apa kok, Nek. 另一边，老师阿霞来到附近插一些木牌标志，他看见了一顶帐篷，就觉得好奇，因为那个不是他们学校的，于是用对讲机一边询问阿杰，一边走到帐篷去看看。他探头进去一看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可是他缩回来才发现自己竟然处于傍晚的迷雾当中，四周阴森恐怖。他不停地用对讲机呼叫阿杰，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接着对讲机里传出女人的声音，警告他们不应该擅自来到这片区域，让他们赶紧滚蛋。吓得阿夏把对讲机丢在一旁，捂住自己的耳朵。过了一会，周围恢复原样，可是吓得阿夏喘气不已，也不知道刚才那些景象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与此同时，小乔正在帐篷外面清理树枝，突然他发现帐篷里面似乎有个女人。阿杰就在林子里寻找阿霞，两人相遇后，阿霞就把神秘的女生叫他们滚回去的事情说了。阿杰让阿霞保密，他独自一人先去看看。随后他捡起了对讲机和木牌，掏出一些黄米撒在地上，据说黄米有辟邪的功效。这时一条大黑蛇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哎呀，刀刃上竟然没有血，阿杰觉得太奇怪了，转头再看，黑蛇竟然消失了。直到这时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啥状况。可是同学们的户外露营活动已经开始，他们已经无法回头了，阿杰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干吧。小乔去洗手间，发现一个女人似乎在隔间里，可是反复再看一下，人又不见了。但是地上遗落了一枚红色的宝石戒指，小乔大为惊讶。小乔蹲在地上，慢慢的把戒指捡起来看看，这是一只大黑蛇从隔间的门缝里钻了出来，狠狠地咬了小乔一口，然后钻入草丛之中，吓得小乔赶紧跑。小乔虽然被咬了，但是没有任何的症状，反而在接下来的接力棒的短跑比赛之中取得了第1名，这让所有的人大为惊讶。阿弟用相机抓拍的时候，发现照片里似乎有异样，画面一转，小胡子悄悄地从袋子里拿出10几页古文，估计是黑魔法之类的咒语，不停地念着，突然产生剧烈的呕吐，他也不知道所以然。阿霞带着同学们继续做着安排好的游戏环节，一个男生就站在高处，双手打着祈语，口里念着剧本里的台词，同学们就在那里还原他所说的祈语。小乔觉得他记录的祈语完全看不懂了，说着说着突然掉了下来，还把头摔破。这位同学命大，竟然还没有死，还不停地用头撞击水里的大石头，这下就恐怖至极了。几个同学一拥而上，把他抬到了急救帐篷里。
这里的总负责人小胡子闻讯赶来，了解完情况后，赶紧从口袋里拿出那几页黑魔法的咒语念了起来。可是男生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语，威胁小胡子必须向他跪下。哇塞，不好了，男生已经被鬼附身了。一旁的小乔感觉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女人，可是一晃之间，女人又消失了。突然女人的声音传来，低头一看，哇塞，那个阿飘就躺在小乔的怀里，吓得他赶紧跑回帐篷。毕竟小胡子是外行，念完咒语也不起什么作用，只好派人去请老卡来这里看看。小乔在帐篷里总觉得不安全，那个阿飘总是伴随着他，就算是躲进睡袋也是阴魂不散。阿杰带着2位老师特意来到老卡的家中，请他出山驱鬼。与此同时，小胡子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同学逐一被鬼附身，整个营地被搞得是乌烟瘴气，浑浑噩噩。恰巧老卡赶到，赶紧把一种特殊的粉末撒向空中，那些被附身的同学晕倒在地，他们赶紧把这几个同学集中在一个帐篷里。不久，那些同学又开始搞事，说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意思，其中说的最多的词汇就是请求公主原谅，似乎公主附身在小乔身上。老卡就暂时先把他们控制住，然后让大家都去休息，到了白天就会好了。到了半夜，小胡子偷偷溜进帐篷里，朝着那名男生胸口撒了一些黄米，然后在胸口上写了一个符号，然后跪下来念念有词。哎呀，看这个架势，小胡子十分的不简单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弄了半天，他就是想知道某个东西藏在哪里，希望得到鬼的提示。那只附身的鬼如实的告诉他大概的地点。到了半夜，小丽去上厕所，突然出现一条粗大的黑蛇，准备要对小丽下手。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，小乔突然出现，很快用威严的阵势逼退了那条黑蛇，然后警告小丽，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。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小乔整个人是奇奇怪怪的，这里已经够乱了。小胡子还让老师带队，按计划在后半夜带领同学们分成2队，在这片山地搞夜游活动。阿迪带着这一队就在附近的林子里看见了拿着长矛和盾牌的鬼兵，吓得带头就跑。结果他们把小乔遗落下，接着小乔梦见自己手上戴上那枚红宝石戒指，被一只手拖进了阴间。一些鬼兵抓着小乔不放，阿迪带着大家跑了很久，这才发现小乔失踪了，于是就用对讲机告诉了阿杰。随后大家都在山林里寻找起小乔。小丽找着找着，电筒没有电了，突然身后出现一个裹尸鬼，吓得小丽大叫不止。随后同学们找到几乎精神错乱的小丽，同学们把她绑了下来。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，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到疯狂的状态之中。还好老卡及时赶到，然后控制住局面。与此同时，小胡子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竟然盘腿坐着，一条蛇缠绕着他。难道他在修炼某种黑魔法不成？到了第二天，阿杰带着几个老师继续寻找小乔，但是他们在山上遭到了鬼兵的袭击。阿杰就是不停的撒黄米也没有用，其实这些鬼兵就是逼他们离开这里而已。小乔在阴间见到了死去很久的公主鬼魂，公主表示那些鬼兵追杀了她好几百年了。原来那枚红宝石戒指就是这位公主的定情之物，她跟一位王子产生了爱情，但是遭到了王子父亲国王的嫉恨，他想把公主变成他的妃子，于是逼着王子离开公主，最后2人先后自杀。国王发誓就算做鬼也不放过公主。这片区域就是历史上的王宫，公主想要小乔带着戒指帮她报仇，小乔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另一边，老卡带着阿迪来到他埋祭品的地方，他发现祭品已经被人动了手脚，就算是撒上黄米也是无济于事。小胡子通过不断的念咒语，他也来到了阴间，他恳求公主把那枚红宝石戒指交给他，他会帮公主报仇的。弄了半天，小胡子带学生来这里露营是有目的的，就为了那个红宝石戒指而来。小胡子无意中得知这种红宝石戒指具有神秘的力量，他想据为己有，那些祭品就是他破坏的，导致那些鬼魂跑了出来。到了晚上，小胡子也不傻，故意让学生们把公主悲惨的一生用戏剧的形式表演出来了。这个剧本早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已经安排学生排练，他是处心积虑的做这件事，目的就是让公主的鬼魂看完这出戏剧后误以为小胡子帮自己报了仇，公主的饰演者就是小乔。然而小胡子擅自改动了剧本，逼着小乔把那枚红宝石戒指交给他。小乔在最后一刻抓住戒指就跑，然而被小胡子拖住脚踝，小乔奋起把戒指丢进了火堆里。
哇塞，竟然大火熄灭，一股黑烟冒了出来。紧接着公主现身，她对小乔表示了感谢，是她才没有让戒指落坏人的手里。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公主发誓会保佑小乔一生的安稳，然后公主就消失了。小乔晕倒在地上，到了第二天，整个营地都恢复了正常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，印尼的恐怖片有了很大的进步。首先是演员基本上换成青春靓丽的，剧本设定打磨得更加精细，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不错的。现阶段几部恐怖片都比泰国拍摄的好很多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